花开花落自有时，缘去缘来总有因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翠花的秘密。我们3周年纪念日的时候，肖云峰在来餐厅的路上出了车祸。知道这事的时候，我疯了一样的冲进医院。肖妈妈冲过来，狠狠一巴掌打在我的脸上。都是因为你所谓的仪式感，我儿子才会出车祸的。你还我儿子！我被打懵了。恋爱纪念日这天，肖云峰是打算跟我求婚的。他告诉我，他在郊区一个恋爱纪念主题餐厅订了位子，让我早早过去。我早早就到了，万万没想到，他却迟到了。还是这么一个原因。云峰怎么样？我痛彻心扉，根本无暇顾及肖妈妈对我的怨恨。急救，他在急救。陈圆圆，我儿子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跟你拼了！肖爸爸拦下肖妈妈，你发什么疯？这样的事情也不是圆圆愿意看到的。我失力地跌坐在地上，心仿佛被割裂了般疼痛，即将失去爱人的痛苦将我紧紧包裹。我感觉我的呼吸都不顺畅了。我们在急救室外面等了7个小时，门才被打开。手术很成功，但还要观察1个星期。这1个星期，病人要在 ICU 里面住着，随时观察情况。求求你，医生，一定要救救他！我们苦苦哀求。医生道：我们对每个病人都会全力以赴。后来他的情况反复了几次，我们在外面不仅担心他的安危，还为那每天几万的治疗费发愁。肖云峰是农村来的，大学毕业几年，在市里买了房子，几乎掏空了家里的老本。这会儿就算是到处借，也只能借出来10来万，还有10万的缺口。就算从 ICU 出来了，也还要继续住院治疗，还需要不少费用。房子现在卖也来不及，事情太急了。看着肖爸爸、肖妈妈一夜愁白了头，我默默地打通了我爸妈的电话。我是家里的独生女，家里有几套房子，有企业，也有存款。当初我爸妈不同意我跟肖云峰在一起，我一意孤行，跟家里几乎断了关系，1年多没好好跟我爸妈说话了。这次我是厚着脸皮打电话回去的。妈！一声骂叫出了我的哽咽和我的脆弱，我的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下眼角，把我妈吓了一大跳。圆圆，怎么了？妈妈语气里的焦急让我内疚委屈骑上心头，哭得越发凶猛，话都没办法完整地说了。妈，云峰，他出车祸了，我需要钱，要钱来救他的命。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，断断续续把话说完了。我妈一直安静地听着没插话，我妈的沉默让我心里的难堪急速攀升。当初我为了一个男人跟家里吵架闹掰了，现在我又为了这个男人开口找我爸妈要钱，我真是一个失败的女儿。肖云峰什么情况跟我爸妈有什么关系呢？他们没有责任，也没有义务出这笔钱。可是我没有办法了，我不能不救肖云峰的命啊！我们在一起的这3年，关系一直都很融洽，我怎么能在他性命攸关的时候弃他不顾呢？妈，圆圆，你要执意这么做，妈也没办法。妈给你一个试探他的机会。好半天，我妈叹息着开了口，我心里生出希望来。我妈从来都不支持我跟肖云峰在一起，因为那次她说她在路上亲眼看到他跟一个女生拉拉扯扯。我回头问了肖云峰，肖云峰说那只是以前的一个同学，他失恋了，他去安慰他。我选择了相信他，我妈却不信。妈，你想怎么做？我冷静了几分，试探就试探，只要云峰能救回来，你去家里酒吧跳钢管舞，我每天给你1万块，你给他治病，后面的事情你不用再管了。我十分不解，这样的意义是什么？我为了给他救命去跳钢管舞赚钱，难道他到头来还嫌弃我？事实证明，我妈就是火眼金睛。
我每天去自家酒吧跳舞，我妈让酒吧里的人把嘴巴捂严实了，所以没人知道这是我的酒吧。自家酒吧当然也出不了事，我穿的也相对保守。第7天的时候，肖云峰从 ICU 转出来了，知道我每天除了上班就是去兼职，每天给1万帮他治疗，他感动的眼眶红了。圆圆，我发誓，我一定会一辈子对你好。肖爸爸、肖妈妈也放下了对我的成见，对我感激涕零。我知道那归功于我及时送来的钱，但我不介意，因为跟我过日子的是肖云峰，他对我好就行了。那我等你娶我。我笑道：好好养病，我空了再来看你，去吧，别累着自己了。我给我妈打了电话，说肖云峰很感激我，他说会娶我，一辈子对我好。我妈只是沉默了一下。你跟他说了你在跳钢管舞，我在做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救了他，他但凡有点良心，就不可能嫌弃。云峰是个有良心的人，我是很笃定这一点的，因为3年相处，我们连架都吵得少，他很宠我，很惯着我。你再等几天，我妈意味深长地说，我却丝毫不以为意，这一等就是半个月。我很快知道了我妈在下一盘什么棋了。那天的事情炸裂了我的3观。肖云峰出院的前1天，我突然想去看他，哪怕昨天去过，我也说了今天不会去，但就是突然想去，所以我去了。到了病房门口，我听到了陌生女人的笑声，我心里一咯噔，隔着病房门中间的玻璃看着病房里的场景。肖爸爸、肖妈妈忙碌地收拾东西，一个陌生的女人挽着肖云峰的手臂，笑得一脸温和。云峰，恭喜你出院，等我好了，我就娶你。我听到这里，手上的汤轰然跌在地上。明明跟我说的是明天出院，他们今天却在收拾东西。肖妈妈看到我，她立刻冷了脸。你还有脸来？我震惊地看着他们的脸，变得我完全陌生。就在昨天，肖妈妈还拉着我的手，说：圆圆，这次多亏了你，我们肖家一定会好好对你的。也就1晚上，他们全部变了脸。我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，但我知道，有些我一直坚信的东西，轰然倒塌了。他是谁？你要娶她，那我呢？我冷静地看着肖云峰。肖云峰满脸厌恶，你还有脸说？又是这句话。我被他们莫名其妙安下的罪名惹笑了。我做什么了？我没脸说。我为了给你治病，天天打2份工，你要出院了，就给我安上莫须有的罪名。肖云峰，你的良心喂了狗吗？你说什么？肖妈妈激动冲过来要打我，我岂能再次被他打？我一把抓住他的手腕，把他推开。肖云峰怒目而视，陈圆圆，你是不是去跳钢管舞了？在酒吧里，我心口里被堵死的沉闷终于有了宣泄的口子，竟然是因为跳钢管舞，竟然真的能因为这个。我觉得自己真的可笑，也就真的笑出了声。是啊，怎么了？我那是为了谁？为了赚钱给你治病。看到肖云峰眼神有些闪躲，我冷笑，自己也知道这个理由站不住脚，却还理直气壮地指责我脏。这是什么厚脸皮操作？云峰是个很传统的人，他接受不了你这么作践自己。你别误会他，女人轻声开口，跳钢管舞，说好听点是工作，说不好听点就是卖弄自己的身体给男人看。要是再有金主想要做点什么，女人的话没有说完，而我亲眼看到，女人说完话之后，肖云峰的眼底又变成了满脸嫌恶。确实脏，我根本没想到你会这么脏。肖云峰恶狠狠地说。我突然不觉得心痛，我只觉得好笑。所以那些脏钱，你为什么还用？肖云峰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。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那是救命啊！
难道你忍心看着他没命了？女人眼眶通红地控诉我只觉得三观碎裂，我不想他没命，所以我拼命赚钱给他治疗，到头来他嫌弃我脏，既然嫌弃我脏，钱就不要用了呀。云峰，你不是说他爱你吗？爱你他能说出这样的话？女人忍不住对萧云峰道，话里话外，我不爱萧云峰，闭嘴！小白花还要继续说话的时候，我怒喝出声，他差点死了的时候，你做了什么？你拿了多少钱出来？你陪了他多久？我爱他就要被他当傻子当提款机，你爱他你只要出一张嘴吗？女人不再说话了，哭哭啼啼地扑在萧云峰怀里。萧云峰气得浑身发抖，你给我滚！你这么脏的女人，我不稀罕！萧云峰气急败坏对我怒吼，眼底的疼惜却是对着另外一个女人。我只觉得自己可笑，到底当初有多瞎呀？还瞎了3年，就是萧家也不要你这么脏的媳妇！萧妈妈气急败坏地嘶吼。江燕才是我们萧家认可的贤惠媳妇。我勾唇，那好，把我给你们的钱立刻还回来，不然我就去告你们。我这话直接捅了马蜂窝了。萧妈妈差点疯了，那是你出卖身体的钱，是脏钱，我们凭什么还？萧爸爸皱眉，你跟云峰在一起3年，也花了云峰不少钱，这10几万就相当于还了这份情。圆圆，别弄得太难看，我被这一家子的三观给震撼到了。我花他的钱，你怎么不问问究竟是谁花谁的钱？还别闹得太难看。我为了给你们儿子治病，我去跳钢管舞，你们嫌弃我脏，转身要娶一个什么都没为你们付出的人当儿媳妇。到底是谁把事情做得太脏了？江燕她有了我萧家的骨肉，就是最大的功臣。萧妈妈冲口而出一句话，让我的心脏猛地一阵收缩。江燕已经怀孕了，那么她跟我在一起的时候，也同时跟江燕在一起了。脏，是真的脏，我竟然被蒙在鼓里这么久。我厌恶地看着惊慌的萧云峰，我从没想过，从爱一个人到厌恶一个人，竟然只需要短短的一瞬间，脚踏2条船，还敢嫌弃我脏？明天钱没打过来，咱们法院见。得知萧云峰真的背叛了我反而平静下来，即使想哭，即使悲伤，也不能在这群渣子面前表现自己的脆弱。现在是该清算的时候了，这样的渣子，我不会让他好过的。我回家了，跟萧云峰在一起3年，我跟家里不是闹就是吵，后来干脆1年多没联系。这是这几年我第一次真心诚意地回到那个让我归属感满满的家。以前也不过是买些东西放在门口，因为我不敢进家门，我妈也不让我带着萧云峰回来。我妈在家，我一进门就朝着沙发上的我妈扑过去，跌进她温暖又熟悉的怀抱。圆圆，怎么了？我使劲哭，把在医院的委屈愤怒全部哭了出来，一直到精疲力竭。我妈也陪着我哭，一个劲地拍着我的背，就跟小时候哄我一模一样。哭好了，我妈红着眼睛，抢笑着问。我瓮声瓮气地点头，把头靠在她的肩上。妈，萧云峰果然不值得。我妈叹了一口气，及时止损，并不算糟糕。我突然忍不住嘲讽自己，是啊，假如结婚了，到时候才是真的太糟糕了。妈，你怎么这么确信萧云峰不好？一个男人的眼神骗不了人，他看你的时候，眼神总带着演戏的成分。但是妈遇上的那次，他眼底都是那个女人。我想到什么，把手机拿出来，是不是这个女人？这是我离开病房时偷偷拍的江燕的照片，是侧脸，是她。我妈很笃定道，就是她，2年前我看到的就是她，而且她时不时还会来我们酒吧。我忍不住苦笑，所以呀，
我被绿了3年，我居然还坚信他对我是真的好。妈，你怎么不告诉我他经常去我家酒吧？我要是说了，你这个傻孩子肯定又会去问萧云峰，肯定又会被萧云峰的谎话给欺骗了。到时候你又得埋怨我，得让你吃一次亏。我妈显然很惆怅，眼底布满了愁容。只是2年也到了我的极限了，你也大了。我本来打算再等一段时间就出手的，没想到，看来老天也不想渣男得逞。我又憋屈地窝在我妈怀中哭了一通，最后皱着鼻子，我确实吃了大亏，但还好，事情不算太糟糕。我问我妈，萧云峰他们怎么知道我跳钢管舞？你说的。我妈撇嘴，我可什么都没做，是那个女人看到的。我自嘲一笑，紧紧地抱住我妈。我给我妈说了今天发生的事情，我妈直接断言，他们提前出院，肯定也是想着打你个措手不及，到时候再给你一个更好的分手理由。毕竟你那么傻，那么傻的，我只能傻傻笑着。我妈到底心疼我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你去得及时，打乱了他们的计划。不过闺女好样的，还知道要钱。这钱妈不在乎，但不能便宜了渣子。只是你也别委屈了自己。”我把脑袋拱进我妈怀里，妈，我以后听你的话，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我妈红着眼睛摸了摸我的头顶，翻旧账，还断绝关系，你是翅膀硬了是吧？我错了，我是备胎。后来我知道了，是江燕亲口告诉我的。可能因为我强硬的还钱态度，让萧云峰犹豫了，他又想哄着我跟我在一起。江燕神经紧绷，就来找我。他是真的爱我，你只是个备胎。江燕开门见山，现在我回头了，他只爱我，也只会跟我结婚。我其实已经琢磨过未来了，我只是个备胎，还是个很傻的备胎。以前萧云峰不跟我吵，是因为他不在意我，也是因为他想哄着我继续为他花钱。我跟萧云峰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就知道我家有钱，有房产，有产业，但不知道是什么产业。那时候他时常抱着我说他穷，我跟着他委屈了我。以后他一定会买大房子给我住，赚很多钱给我用。我因为心疼他的努力，2人一起的开销，我花的比他还多。他总给我画大饼，而我傻傻的相信了。现在他这么果断地跟我断，还扯出一个所谓的跳钢管舞脏，呵，那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。江燕看到我的表情，继续往下说：3年前我们分手了，但没有彻底断联系。陈圆圆，你就是个傻子，一直被他骗。你以为他出车祸是为了去跟你约会吗？他是为了来见我。江燕的脸上突然浮现出一股冷笑，以十足胜利者的姿态嘲笑我做的一切。我身上的血液直冲头顶，再也没忍住，一巴掌打在了他的脸上。他捂着自己的脸颊继续笑，没想到吧？但他为了保护我，什么都没说。他舍不得让他爸爸妈妈怨恨我，他处处都在为我着想。你就是随时拿来挡箭的。我没忍住，再次一巴掌打在了江燕的脸上。陈圆圆，你住手！绿茶的手腕就是这样，卡着时间点放大料，让你打他，他好演一场可怜兮兮我见犹怜的大戏。萧云峰冲过来，一把推开我，我一个踉跄差点跌倒，但这会儿我也不心痛了，我只觉得恶心。我是真的傻，3年来第一次真正认识萧云峰这个渣。陈圆圆看着江燕脸上的红肿，萧云峰怒不可遏地扬起手，我把脸伸过来，打呀，你打呀，有种你就打，你打了我立刻报警。萧云峰不敢，因为钱他还没还。我开始计划着报复，这样恶心的人浪费了我3年的感情，我不能就这么放过他。隔天，我把律师函寄去了他家，里面附带几张纸，
每一张都是我给他打钱的明细 ，ICU 加上后面半个月，我给他打了13.5万元，我附上去了一个银行卡号。当天晚上，肖云峰打电话过来，我挂了电话，他在打，我把他拉黑了。然后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，陈圆圆，你傻不傻呀？怎么能栽得这么狠？我听着那边陌生又熟悉的声音，一时也不知道该生气还是该委屈。陆贞，你是来落井下石的。陆贞是跟我一起长大的，小时候她柔弱不能自理，在外面被人欺负了，都是我给她找回场子。后来大家都长大了，男女有别了，她家也搬去其他区，我们也就逢年过节还会联系联系。再后来彼此有了男女朋友，联系的更少了，已经有几年没联系了吧。毕竟跟异性保持距离是对另一半最起码的尊重。才没有呢，知道你被坑了，我请你吃个饭。半个小时后，我们去了一个奢华的餐厅。我刚到没多久，一个有着1.8米大长腿、西装革履的男人朝我走过来，差点惊掉了我的下巴。陆贞，陈圆圆，好久不见呐！陆贞咧嘴一笑，阳光又帅气。以前圆胖的陆贞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现在苗条又肌肉感爆棚的陆贞，差点帅瞎我的眼。你整容了？我咂舌。陆贞脸黑了，改头换面只需要一件事，什么？持之以恒的运动健身。我差点喷出来。你还知道持之以恒这个词？陆贞从小没耐心，做什么事情都是3天打鱼2天晒网，所以他还真只认识持之以恒这几个字而已。别门缝里看人，把人给看扁了。好，我们一起用餐，聊着小时候的事，长大时候的事，哪怕几年没联系了，再聊起天来，一样没有隔阂。吃完饭，陆贞道：要不要我帮你报复一下那个渣男？我摸着下巴，心里有了主意。报复渣男，得把钱要回来，也得让他痛失所爱。他不是很爱江燕吗？那就从江燕身上下手。陆贞显然跟我想到一块去了。他挑眉：我卖艺不卖身啊。我扑哧一下乐了。放心，你就保持神秘，保持忧郁，保持你的才华就够了。我们的计划很快开始。陆贞会跳街舞，酒吧专门为她开了一个街舞的场子。1个星期后，鱼儿上钩了。江燕来到了我家的酒吧，并且一下子被陆贞吸引了。陆贞也时不时把眼神落在她的身上，两人不说暗送秋波，胜似暗送秋波。接下来，江燕天天来我的酒吧看陆贞表演。这天，陆贞坐在吧台前喝酒，江燕走过来，有伤心事。陆贞一笑，道：我爸想让我回去继承家产，要么就逼着我结婚。江燕瞪圆了眼睛，很意外。陆贞挑眉一笑，江燕确实意外，她没想过这世上真的有人会为了不想回去继承家产而这么努力。你跳得很好。那当然，我参加过街舞大赛，如果不是我爸从中阻拦，我能得奖的。我自己的梦想就是开一个街舞俱乐部，带着一群人跳街舞。江燕愣了愣，她想说回去继承家产不香吗？但她的理智让她闭嘴了，转而道：你一定能成功。江燕尽可能地保持着温柔的笑容，陪着陆贞喝酒说话。他这是想让你以为他温柔善解人意呢。陆贞一脸晦气地走上2楼包间来，给我说了他们之间的对话。他说的那些话是我设计的台词，但江燕这么上道，到底也是我没有预料到的。毕竟他跟萧云峰分分合合3年，我以为他们的感情是很深的。呵，也不过如此嘛，不是怀孕了吗？还这么处心积虑。陆贞嫌恶，我扯了下嘴角。这种女人，孩子当然也是自己的筹码。
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，如果江燕为了傍上陆贞而把孩子打掉呢？我会不会间接害死了一条人命？陆贞显然也想到了这一点。你别想那么多，或许这个孩子不出生才是最好的，毕竟有那样的爸妈，男的渣，女的婊，为了钱可以放弃一切，谁能保证以后孩子生了，他不会为了钱让孩子成为没妈的人，或者让把孩子也教育成了渣子？我扯了下唇角，并没有被安慰到。我们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。我说，我这边直接给萧云峰下最后通牒，你先晾江燕几天，过几天萧云峰应该急了，他也会来找你。行。陆贞好笑地看着我，你这么狠，看来是真的放下了。我撇嘴，我现在只觉得恶心好吗？任谁知道自己全心全意爱上一个渣男，都会觉得恶心的。我只怕报复不够狠。我这么说着，陆贞问我，要不要把你这3年在萧云峰身上花的钱要回来？我微愣。陆贞道，我咨询过律师，他这是属于欺骗，原则上你是可以要回来的。我挑眉，你特意咨询过律师了？陆贞得意地指了指自己。我一口水差点喷出来。你律师，这有什么好意外的？我这3年在国外进修呢，我发现我几年没跟陆贞联系，对她是真的了解的太少了。不过基于欺骗之上的赠与，确实也是欺骗。跟男女朋友之间你情我愿的赠与确实有些不同。我接纳了这个建议。晚上，我把能搜到的账单统计起来，一算，居然有10几万。我想狠狠地抽自己一巴掌，这还只是礼物，都不包含一起出去吃喝玩乐的钱。陈圆圆，你真是没脑子。整理完，我把账单发给了陆贞。陆贞看完又笑了我一通，这才把账单给附加到律师函里面，再次寄给了萧云峰。虽然这10几万我家不会在乎，可凭啥便宜渣男？我把萧云峰的电话从黑名单中移除，果然很快，他的电话打来了。陈圆圆，你见不见？谈恋爱的花销你也要一笔一笔算吗？我怎么这么眼瞎，跟你谈恋爱还谈了3年？此刻听着萧云峰气急败坏的话，我心里已经不觉得痛了。你要是不满意，那我把我们一起出去吃喝玩乐的钱也算上吧，那笔钱应该也不少。萧云峰，基于欺骗的谈恋爱花销，不是正常的赠与，钱你必须还回来，不然法庭见。那我也给你买了那么多礼物。萧云峰几乎是嘶吼出声。你也算啊，你算了刚好。我把我们一起吃喝玩乐的钱也算上，反正法律上也认，到时候你还得再倒贴出来大几万。我很乐意。说完，我挂了电话，他再打我就不接了。1个星期很快过去，陆贞跟江燕又见了2次面。陆贞表示陆家让他回家继承家产，越催越急，他很快就不能在这里跳舞了。江燕也急了，他还想继续跟陆贞发展呢。陆贞笑问，你有什么难题需要解决吗？冲你陪我聊天这么久，我满足你一个愿望。江燕心思一动就想要钱，刚想狮子大开口，又觉得不能一下子太急了，心里一盘算，想看看陆贞是不是真的有钱，就说家里遇到点麻烦，想找他借点钱，借25万，属于不多不少的范畴。这正中我跟陆贞的下怀。陆贞道，你写个借条，我现在就把钱打给你。啊！江燕意外，居然还写借条，不是有钱吗？还在意这些钱？陆贞道，借条就是一个态度，毕竟咱们也不是很熟，说不定以后我也不会找你要。话说完，陆贞皱眉看着江燕，语气不可思议，你该不会是本来就只想借钱，不想还钱吧？江燕立刻表示自己很靠谱，这钱是借的，肯定会还。
陆贞一口气给江燕赚了25万，看着立刻到账的25万，江燕心中的怀疑消失了。她坚信陆贞是真的有钱，不然怎么能这么豪气呢？20几万不说很多，至少一口气借给陌生人25万这种手笔，一般人做不到。江燕千恩万谢之后，小心翼翼地问陆贞：“你找到结婚对象了吗？”陆贞摇头：“实在不行，就路上随便找个女人领个证吧。回去继承家产肯定不可能，倒是可以尽快生个儿子，让儿子回去继承。”江燕的心肝抖了抖。如果是随便找个人的话，为什么不能是他呢？他心里生出了希望，但他还没有彻底失去理智。这次并没有提。接下来我让陆贞1个星期都没来。我看着江燕每天都来，焦急地等待着，最后焦急地离开。他向人打听陆贞的联系方式。我在晾了他1个星期后，让工作人员把电话给他了。江燕立刻疯狂地给陆贞打电话。陆贞又来酒吧跟江燕见面了，时机已经成熟。我通知了萧云峰，让他赶来见证这一场好戏。酒吧里音乐震天，陆贞找了个包间跟江燕说话。你说什么？江燕深吸一口气。如果你想随便找个人结婚，我愿意帮你。江燕深情款款。我喜欢你在舞台上发光发亮的样子。你不该回去继承你不喜欢的家产，你该为了你的梦想努力拼搏。男人为梦想拼搏的样子才是最帅的。陆贞愕然地看着江燕。你认真的？江燕无比认真。我想帮你，你放心，结婚了，我不会管你，也会好好的照顾你爸妈。你想要平衡家庭跟梦想，我都会帮你。江燕以为自己提的这个条件已经十分好了，毕竟比起契约婚姻，她能做得更好。然而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萧云峰把这话听了个正着。江燕，你想跟谁结婚？你不是说出来筹钱吗？这就是你的筹钱。萧云峰冲进去，他猩红的眼以及额上暴跳的青筋，让江燕下意识地瑟缩了一下。陆贞适时讶异：我上次不是给了你25万吗？你还要筹钱？这话直接捅了萧云峰的心窝子。他明白江燕一直都在骗他。江燕有一瞬间的惊慌，他很快稳住心神。那笔钱是给我妈治病的。陆贞，我跟她没关系，她不能放弃这个机会。她好不容易才找到陆贞的，她必须给出一个态度。江燕冲萧云峰冷冷道：“萧云峰，你再怎么纠缠也没用，你死了这条心吧。”是因为这个男人。萧云峰恶狠狠看向陆贞，冲过去想暴捶陆贞一顿。但陆贞是练过的，人家那一身的肌肉可不是闹着玩的。他不费吹灰之力就把萧云峰反暴打了一顿。这期间，江燕根本没有劝架的意思，反而希望陆贞把萧云峰打得再狠点，这样就能证明自己对他确实是没感情的。等陆贞打累了，萧云峰已经在地上起不来了。江燕，萧云峰心碎了一地。江燕居高临下：“萧云峰，我早说过，你再怎么死缠烂打，我也不会同意跟你在一起。你还是趁早死心吧。”萧云峰不敢置信：“那我们的孩子呢？”江燕先是惊慌地看了陆贞一眼，见陆贞也吃惊地看着他，他连忙道：“我们哪里来的孩子？我们从来都没有孩子。”萧云峰如同五雷轰顶。车祸之后，他怨恨江燕，是江燕说她怀了他的孩子。那天叫他过去，是想跟他当面说这件事，他才放下了心里的不满的。可原来孩子是假的。江燕，萧云峰想冲过来打江燕，奈何他根本就爬不起来。闹剧看完了，陆贞笑了：“江燕，你玩我。”江燕立刻解释：“我没有，我是真的喜欢你。这个男人他一直追我，但我从来没有答应过。你要相信我，我崇拜你，喜欢你。
我想帮你实现你的梦想。我什么梦想你能帮我？陆贞简直被江燕的话给恶心笑了。能帮我找街舞舞蹈人员，还是能帮我搭建台子？我的梦想，你哪里能插手进去？江燕语塞，连忙解释：你不是不想继承家产吗？你不是需要一个妻子吗？你娶了我，我帮你照顾你爸妈，我给你生孩子，继承你的家产，这样你就可以全心全意地拼搏梦想啊！别说陆贞被这种脑回路惊呆了，就是萧云峰也傻了。他为了钱，还真是什么话都说得出来，脸完全可以不要啊！江燕，我萧云峰真是瞎了眼。这时候，我走了进来，你确实瞎了眼。我的到来，让江燕跟萧云峰都白了脸。明天是我给萧云峰最后的期限，后天就是上法院的日子。而今天，江燕出门给萧云峰的借口就是想办法筹钱，公司其实给他买了意外险，到时候报销下来，花掉的20几万至少也能报销10几万，但那还需要一段时间。这段时间，萧云峰为了我催着还的那20多万，人愁坏了，才会让江燕一起想办法的。我笑嘻嘻地问：怎么样？那20多万筹到了吗？后天就是你出庭的日子哦。萧云峰立刻哭求：圆圆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原谅我，这个女人不值得。我现在才知道你对我是最好的，你原谅我好吗？我愿意娶你的。陆贞啧了一声：你还真是敢说呀！萧云峰怒吼：这里没你说话的份。陆贞又啧了一声：圆圆，我不想说你眼瞎的，但你确实眼瞎呀！瞧瞧这是什么货色！江燕惊呼：你们认识？我耸肩：这是我家的酒吧，这是我朋友。萧云峰跟江燕都呆住了。萧云峰失声：这是你家的酒吧？我笑：是啊，萧云峰，实话告诉你，在酒吧跳钢管舞是我妈试探你的。你要是通过了试探，我妈就会同意我们在一起，我们会结婚，我们家的产业到时候都会是我们2个的。可惜你没通过我妈的试探。哦，对了，我家连锁酒吧全国有8家，房产北上广都有。至于存款，你这一辈子可能都挣不了那么多。我厌恶开口：跳钢管舞怎么了？我靠自己的本事赚钱，钱到底哪里脏了？总比你一心想吃软饭强。我反复揣摩过萧云峰的思想，始终不能理解他为什么会这么矛盾。明明对我很好，可变脸时能那么狠绝。我仔细想了跟他从认识到闹掰的种种事情，终于察觉到了事实的真相。这一切都是他设的局，为了吃绝户捞钱。我跟萧云峰是在一场聚会上认识的，那时候我光鲜亮丽，一看就不是穷酸的人。我们谈恋爱刚开始，他就向我打听我的家庭条件。我没有隐瞒他，但也没有具体说我家的产业是什么有多少，只说家里小有资产，也有些存款。后来我跟他说，我妈不同意我们在一起，我跟家里断绝关系了。那时候他那么惊诧，我以为他是被感动了，原来是苦恼，居然断绝关系了。他没办法从我家捞钱了。再后来，他对我更好了。他说我为了他跟家里断绝关系了，上哪再去找这么爱他的人？我也信了。他还说他会努力打动我爸妈，让他们接纳他，然后鼓动我带他回去。我妈当然不答应，但我觉得萧云峰说的没错。万一我爸妈跟萧云峰相处下来，觉得他不错呢？那次我带他回去了，可惜我们都被拒之门外。但那次之后，他对我的态度更好了。或许是看我们家住着别墅，他确实起了心思，所以花了精力来欺骗我，只是反复的被拒之门外。他心里又重新有了判断，觉得或许我爸妈是真的足够狠心。如果最终他们还是不接纳他，
那他的努力就没有意义了。所以他想赌一把，跟我求婚。只可惜被江燕设计毁了求婚，并且他还出了车祸。而我为了攒钱，还需要去跳钢管舞。他必然以为我爸妈宁愿他死，宁愿让自己的女儿靠身体取悦人，也不愿意接纳他。我手里的钱也用光了，他再对我好，也从我身上捞不到什么，所以就打算彻底放弃我了。江燕说，这2年他们之间从来没有断了联系。我也大约明白了，对我的算计，大概是2人一起合谋的。呵，真是处心积虑呀！萧云峰目眦欲裂，几乎是立刻向我爬来。圆圆，我错了，是这个女人教唆的我，是她勾引的我。陆贞站在我身后，我真是有点倒胃口。江燕踉跄着后退几步，她已经明白了，这整件事就是我的报复。陈圆圆，是你算计的，对不对？我心情很好的点头，对呀，是我算计的。意不意外，惊不惊喜，萧云峰已经什么都不管了。他只知道，他要取得我的原谅。圆圆，圆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是被这个女人蛊惑的，是她骗我的。你还敢把这一切都推在我身上？接下来2人的互撕，我算是见识到了萧云峰的恶心程度。原来我之前知道的那些，还不是最恶心的。江燕疯了，他不管不顾地笑道：“当初是你说，陈圆圆一看就有钱又好骗，你把她骗到手，到时候把她的钱骗来，我们2人买房买车，好好过日子的。萧云峰是你主动提的，现在你想把自己洗白，把一切都推在我身上，门都没有。”我跟陆贞对视一眼，我惊呆了，陆贞气呆了。我觉得我打的那几下还有点轻了。陆贞磨牙，我也点头，确实轻了，但也不能再打了，免得出了人命。萧云峰十分惊慌，你血口喷人，明明是你嫌弃我没钱，建议我走上这条路的。你以前哪个男朋友不是被你榨干了甩掉的？江燕，你就是个恶心的坏女人，你好得到哪里去？你又欺骗过多少女人？萧云峰，活该你出车祸，你还想要孩子？你这样的人就该断子绝孙。提起车祸，萧云峰的脸瞬间扭曲。要不是江燕这个女人捣乱，他怎么会出车祸？他是真的打算跟陈圆圆求婚，赌最后一把。看看陈圆圆爸妈究竟是不是狠心绝情到不可挽回。可是江燕不知道发哪门子疯，让他立刻去见他，不见他就说会让他后悔。他焦急地去见他，这才在路上出了车祸。想起出车祸时候的绝望，他不是不恨这个女人，可他说他怀了他们的孩子，他还说幸亏出了车祸，不然根本不知道陈圆圆原来真的被家里放弃了，他也没钱让他继续捞了。那段时间，江燕天天在陈圆圆走后来照顾他，他慢慢的也放下了心里的不满。他是想过跟这个女人好好的过日子的，可他竟然欺骗了他那么多。我摇了摇头，转身往外走，不想再看那2人互相破口大骂的恶心场景了。陆贞跟着我一起往外走，出气了没？陆贞笑问我，钱还没到手呢，还不算完。陆贞亲昵地揉了一下我头顶的秀发，好，那就继续。我的心蓦地一颤，诧异地扭头看向陆贞。陆贞挑眉，怎么？我结结巴巴的，没事，心里却突然升起了一种奇怪的想法，他该不会是在追我吧？这么亲密的动作，只有男女朋友之间才会有。陆贞突然低低一笑，陈圆圆，我帮了你，你要不要以身相许呀？你别开玩笑了。我的心跳有些紊乱了，只能红着脸慌乱地嘟囔了一句，快步走了。我没有回头，所以没看到陆贞看向我时眼底能溺死人的宠溺，以及他唇角那抹志在必得的笑。
第3天，肖云峰没有去法庭上，但我理由跟证据都是充分的。那天在酒吧的撕逼大戏，被我提前放置的摄像头全部录上去了。我进行了剪辑，把他们欺骗我捞钱的那一段提交了上去。法院进行了一番调查，判了肖云峰还钱。如果在规定的期限不还钱，他买的房子就会成为我的。1天后，我的账户里到账了25万。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还上这笔钱的，也不想再去关注他的消息。与此同时，陆贞让自己的律师同事带着江燕的借条去找江燕。江燕正想带着钱逃跑来着，幸亏陆贞早有准备，派人盯着呢。这25万也要回来了。我神清气爽地开始了新的生活。我以为事情已经算是告一段落了，结果转眼，肖爸爸、肖妈妈就拦在了我的公司门口，两人扑通一下跪在地上：“圆圆，都是我们的错，我们一心想要早点抱孙子，所以被江燕骗了，是我们要求云峰跟江燕在一起的，是我们错了。云峰他是爱你的呀。”眼看着人越来越多，两人也更加卖力了，不断地扇着自己大耳刮子。圆圆，你就原谅我们好不好？是我们棒打鸳鸯，是我们教唆云峰跟你分开的。圆圆，你是爱云峰的，对不对？我们不再管了，只要你们能幸福，我们什么都不管了。你要是不原谅我们，我们就跪在这里不起来。呜呜呜，你就可怜可怜我们2个老人好不好？我冷漠地看着这一切，无动于衷。周围有人忍不住指责我，说我太狠心，我才不怕撕破脸。我朗声把我知道的都说出来，周围人的观点立刻改了。大家容易同情弱者没错，可如果弱者本身是吃人不吐骨头的狼呢？围观者一向能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吃瓜，可不会把三观歪这顶帽子扣在自己头上。所以知道了事情的原委，人群的指责目标变成了肖爸爸、肖妈妈。2位老人知道大伙儿不会站在他们这边，也知道我不可能再回头了，起身对着我破口大骂起来：“陈圆圆，你这个小贱人，你以为你是什么好货色？你不知道被多少人骑，被多少人睡了。除了我们家云峰，谁还会要你这种破鞋？我们等着你身败名裂，等着你没有好下场。这副嘴脸也着实让人倒胃口。都说什么样的爸妈养出什么样的儿子，爸妈跟不正，孩子哪里能长得正？犹记得那次去他们家，他们知道我爸妈跟我断绝关系，讥讽地说：你爸妈完全是思想有问题，他们以后是要靠云峰养的。现在这么对云峰，小心以后云峰不养他们。那时候我心里很不舒服，碍于第一次见面没有多说什么。现在想想，他们家一家子都是三观不正的人，逮逐出好损的事情有，可惜太少了。我早该看明白的。保安很快把他们赶走了。被拖着走的时候，他们又哭又闹，一会儿骂一会儿求，真是把人性诠释得淋漓尽致。陆贞开始正式的追求我，我以为他是一时兴起，并没有当真，可他当真了。鲜花礼物时不时砸过来，逛街看电影3天2头来一遭。他长得好，对我又耐心又大方，总是恰好到处的照顾着我的情绪，对我的喜好也用心的摸得一清二楚。跟他在一起，让我感到从没有过的轻松。我逐渐的对他动心了。2家父母早就盼着我们能在一起，所以是各方撮合。我索性也不再纠结那么多了。既然喜欢了，何必矫情？我也稀罕陆贞的大腹肌来着。我答应了他的追求，跟他正式成为了男女朋友。后来他跟我求了婚，我答应了。陈圆圆，其实我喜欢你很多年了。我诧异，很多年？陆贞笑了起来。从小就喜欢你，一直想娶你。对于这种说辞，
我并不相信，因为他是谈过女朋友的。陆贞解释说，我谈女朋友是因为你谈了男朋友。我知道你喜欢瘦的，对我没有男女之情，所以我努力做到不打扰你。直到这次你妈打电话跟我说了你的事情，我减肥成功，事业有成，我想我可以站在你的身边保护你了，所以我就是奔着让你以身相许来帮你的。我一时惊诧，说不清楚是感慨他傻还是感慨自己蠢。我狠狠地抱住了他，也红了眼眶。他在我不需要的时候只默默关注不出现。我遇上问题了，再如同天神降临给我解决麻烦。这样的男人，我如果错过了，真的会悔恨一辈子。陆贞的唇在我的唇畔一擦而过，他笑着揉了揉我头顶的碎发。陈圆圆，你这么傻，我如果不守着你，你以后怎么办？大约这就是在合适的时间遇上了合适的人，我们很快结婚了。后来陆贞告诉我，萧云峰跟江燕彻底成为了仇人，萧云峰的每段恋情，江燕都会破坏。江燕想找个好男人，萧云峰也会揭穿他的真面目，最后实在是惹得彼此都火了。江燕用刀捅了萧云峰的大腿，把他弄瘸了。江燕也受到了惩罚，她坐牢了。听完我也只是觉得唏嘘，觉得那两人已经是跟我没关系的甲乙丙了。很快我们有了第一个孩子，我们两家的企业我们继承了，后来搞了合并，公司也越来越大，我彻底成了人生赢家。所以遇上渣男，请及时止损。女孩子只有懂得爱自己，才会获得别人的爱。下面我们来听第二个故事。结婚前一天，相恋8年的男友要跟我分手，我独自坐在6楼的窗口，感叹命运的坎坷，正准备告别世界。狗男人，不合适，早干什么了？我坐在窗户上感叹我逝去的青春，可惜了我的真心。最后看了一眼楼底，我操，好高！于是我开始念叨世界的美好，还有辛苦把我养大的父母。我不能让小人得志，但是不知道是哪位好心的同志帮我打了119。我真想说谢谢你，我并不想跳了。但是一群帅气的消防员赶到的时候，我看了一下快2层楼高的充气垫，咽了口水。我现在不跳，是不是多少有点浪费资源？如果刚刚是冲动，我发誓现在是有点骑虎难下。消防队队长苦口婆心地劝我，美女，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可以分享一下，我们都能帮你解决。我说我缺个男朋友行吗？但是这有点太直白了，我就把刚刚那把感叹劲儿拿了出来，一边防止他们生扑，我一边哭得肝肠寸断。结果那队长一拍大腿，别哭了，我们队里单身的多，给你介绍一个。你看多上道，不由得我又多瞅了几眼刚刚就看中的一名消防员，实在是太帅了，穿着一身消防服，制服诱惑感不要拉得太满。我就一边擦了眼泪，一边指了指他，他行吗？那队长看了看我指的人，又看了看我，说了句行。队长想过来扶我，我往后退了退，因为我想那人来扶，结果差点一下折过去，好在有双手拉住了我，顺着力道扑在了来人怀里。淡淡的皂角味儿，不刺鼻也不难闻。抬头一看，正是我看中的那个消防员。近了看，比刚刚还帅。听说消防员训练多，活动量大，皮肤黑得多，但是他却白净儿得很，而且五官坚毅，有点霸总那味儿。等我站稳了，他就松开了手，还叮嘱我说：“小心，这声音也太酥了。”霎时心跳加速，然后就把相恋了8年的男友忘在了脑后。那就是狗屁，别人迷路能有交警送，我回家有消防员送。主要是我脸皮厚，为了和杨科多待一会儿，我谎称顺路，
装了一路的矜持，没怎么和他聊天，都是旁敲侧击的和队长聊了。本着来日方长，先打入内部再说。结果刚刚下了消防车，警铃一响，他们就扔下我出警去了。我呸了一口，道了句：“哪个王八蛋坏我好事儿？”微信都没要上，全然忘了我刚刚是如何给杨科他们添乱了的。好在我脸皮厚，等就是了。结果被闺蜜的夺命连环 call 回了家。我恋恋不舍地看了一眼消防队，等着，姐姐一定把你拿下。闺蜜要出差，她老公又是天天加班，于是很光荣地把她4岁的儿子黑米扔到了我家。我是个媒体人，每天就是剪辑一些电影，轻松自在，照顾黑米倒也轻松，毕竟也不是第一次，只是这次出了点意外。我就一个转身的功夫，黑米就把头卡在了栅栏门上，我费了9牛2虎的力气，也没帮上什么忙。等把栅栏门从栅栏上取下来，黑米就像带了一个大片潮流项链似的带着它。突然，我灵光一现，这不就是个机会吗？接着就拨打了119。等看到救援来的人的时候，我都佩服我自己。刘队长，抱歉又给你添麻烦了。刘队长一边用钳子夹着铁，一边头也不回地回道：“不麻烦，应该的。”等到栅栏门取下来以后，黑米不哭不闹地去看电视，我正好送了他们出门。队长闲聊地问我：“和杨科处的怎么样？”都没有联系，怎么处？但是也不能怂，主动是我的强项，路也必须好好铺，处得挺好的。杨科很细心，不愧是消防员出身。结果我一看楼下，就看到杨科拎着一件水站在那儿看我，背后说话让原主碰到了怎么办？在线等挺急的。我咽了口水，然后居然下意识跑到他身边，接过他手里的水，拧了一瓶递给刘队长：“你看，我家里没水，还是杨科细心帮着买的。”之后大家一一接过水，也心照不宣地边喝边下楼。没办法，随时都可能出警，这不是叙旧的场合。只是等我把他们送上车的时候，我恨不得没下来送。杨科被大家起哄留在了车下1分钟，他先是问了我微信号，说是等回了队里拿到手机在家，然后又和我说了2句话，说的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第一句：“你上次说你家的位置不是在消防队附近，怎么离得这么远？”第二句：“水是队长让买的，社死真的不能再死了。”只好一边懊悔一边往楼上走。结果我回去等了1晚上，也没等到他加我微信。第2天黑米被接走了，我就坐在电脑前发呆，怎么就没加微信呢？浑浑噩噩过了1周，电影剪的也是稀碎，配音也是敷衍，数据直线下滑，粉丝都已经开骂了。我也没在乎，没办法，我是个恋爱脑。现在就一门心思扑在杨科身上，想他的人，想他的声音。于是我买了一把小锁头，锁在了自己的脚趾头上，再一次拨打了119。然而这次出警的却没有杨科，抱歉地送走了刘队长他们。我隔了1周又把自己锁在了卧室里，钥匙早就扔在了外面垃圾桶里。这一次还是没有杨科。刘队长看我欲言又止，最后说了句话走了：“悠悠啊，虽然这些是我们的本职工作，但是你也不能总这么粗心。你看，要是让杨科知道了，他比武也不放心是不？”我只能愧疚地送走了他们，然后安静地等待杨科比武回来。再折腾他们，即使我脸皮再厚，也不敢了。希望他们每次出警都平安归来。又过了1周，有一个叫不忘初心的人加我，头像是个绿色森林图。我打开一开，备注写的杨科，顿时扔下剪辑了1半的电影，跑到床上聊天。还没等我输入，对面就发了信息过来：前段时间外出比武，手机上交，
抱歉，现在才联系你。我连忙发了一个没关系，疯狂摇脑袋的动图过去。明天可以补休，要不要一起出去？好啊，好啊，明天哪里见？8点半，我在你家楼下等你。第二天我刚刚化完妆，就在楼下看到了杨科，马丁靴、工装裤，在这个夏天竟然不觉得热。我开心地跑了过去，还没等着打招呼，就听到他说：“你迟到了。”约女孩子非要这么讲究迟到这个问题？算了，喜欢底将就不是。早上订了电影票，是刚刚上映的《烈火英雄》，我看得不能自拔，感动的眼泪哗哗流。再一转头看他，只见他眉目平和，好像内心没有半点波动。他也转头看我，递了纸巾过来，别哭，只是真实故事改编。我不知道真实故事是什么样，好奇问他，电影拍得夸张了。他尴尬地咳了一声，是真实故事更夸张。我原本打算一场电影下来能有个共鸣，却没发现好像适得其反。于是我看了好几部关于消防的电影，也剪辑发布了。粉丝都打趣我，哟，博主谈了个消防员男朋友，都是消防题材呀，恋爱的酸臭味儿，看个电影解说也被喂狗粮。呸！只有少数人说这是宣扬消防，因为可以补休3天。第二天我痛定思痛，不能再迟到，于是早早下楼等他。8点25的时候，杨科准时到达楼下，手里拿着一束花，还提着一个塑料袋子。此时的我蹲在花坛上，逆着晨光看他，感觉有些不真实。杨科走过来，先是递了袋子过来，是昨天我没喝到的奶茶，还挺细心。我道了句谢，就看他又把花递了过来。抱歉，昨天说你迟到了。我是个消防员，没谈过恋爱，只知道时间就是生命，救火场上，哪怕是1分1秒，迟了都可能造成不可挽救的局面。我在他说话之前就把花接了过来，一边闻紫色风信子的花香味儿，一边喝奶茶。听完他说的话，吸奶茶的嘴顿了一下，没想到他会因为这个事情道歉。其实我根本没生气，还害怕他因为等我生气。我转头看他，其实是我迟到了，下次不会了。没关系，是我不应该把工作情绪带到恋爱中，等女朋友是应该的。只听到心脏砰砰的跳动，我还以为需要费很大的劲儿才能追到杨科，毕竟当初追许军的时候，可是费了9牛2虎之力。没想到在杨科那里，我已经是女朋友了。我们什么时候就成男女朋友了？问完我就后悔了。我巴不得是他女朋友，怎么还问这么蠢的问题？他本就长了一张霸总脸，现在清冷的表情，就觉得好像是生气，不想做我女朋友。那我从现在开始追你。我用吸管戳了戳杯子，就是想问问，你什么时候就把我当你女朋友了？第一次见你，你指着我说他行吗的时候，我心里笑开了花，不动声色地从花坛上下来。今天我们去游乐园逛逛，难得你休假，正好手里的奶茶喝完了，还没等我去扔，就被他抢过去扔掉了。说实话，我的心再一次沦陷，细节男孩，谁能拒绝得了？等到了游乐园，我享受了前所未有的待遇。杨科排队去买票，买好了才叫我一起进去。期间我一直被安排在阴凉处等待，不由得又让我想起了前男友。真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。今天是周六，人比较多，我们俩肩并着肩在过山车前排队。可能是太过无聊，杨科开始左顾右盼，甚至走出了队伍，时不时还拿出手机拍拍照。我好奇地看过去，感觉他不是拍一下这个景点的支撑梁，就是那个设施的顶棚，还有许多消防栓。难道这是职业病犯了？我抱歉地和后面人讲了句，
一会儿回了，就跑过去找杨科。过去正好看他拍消防栓，嘴里还嘀咕气压不足。杨科，你在干嘛？他一边看着一个木柱子，一边头也不回说：“哦，检查一下木材，看看防火做得到不到位。”看来是太投入了，居然都没反应过来我俩来干啥了。你和谁一起来的？女朋友。然后好像是反应过来似的，转过来看我，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：“对不起，工作习惯。”排队排着排着就观察起了周围，看看防火措施做得怎么样。原本长得像霸总，行事风格却是一板一眼，还有点憨。我拉起他的手：“我牵着你，你就不会乱跑了。”于是我们又回到刚刚的位置排队。等轮到我们的时候，我在上面叫成了狗，他还是一本淡定地做到了结束，除了发型有点乱，还真是不受影响。可能是我看得他不自在，他才悠悠说：“可习惯了，下次有机会教你滑绳索。”游乐园逛了一圈下来，我嗓子都喊冒烟了。杨科还是清清爽爽的，于是我决定找一家餐厅好好回血。烤肉店内还没到饭点，人还比较少，我们俩找了一个小隔间坐着。我累得趴在桌子上，杨科还是背部挺直的坐在对面。菜品一一上着，杨科一边烤一边给我夹，然后看了一眼手机：“明天不能陪你了，队里有人有事要提前休假，我需要回去执勤。”“好。以后也许也不能经常陪你，甚至有时候也不能及时接听你的电话。”我用生菜包了一块五花肉，混着蘸料递到他嘴边。我理解，为人民服务，身不由己。我作为一名消防员的女朋友，应该有这种觉悟。他咬掉我手里的菜包肉，嘴唇轻碰我的手指，然后有些含糊地说：“谢谢，诚诚理解。”那2个字我没听清，也没问。等到我们2人出了餐厅，人们也开始呼呼地进来吃饭。餐厅离我家不是特别远，我俩就一起散步回去，最后一直磨叽到楼下。杨科叫住了要上楼的我，然后把我按到了墙边：“悠悠，可以亲你吗？”“啊，为什么问？直接亲啊。”见我不说话，他的头稍微离得远了点。因为见面时间少，我不得不省略很多步去走别人走的路。“悠悠，我是不是太着急了？”在他要把手从墙上拿走的时候，我踮起脚尖，搂上他的脖子亲了上去。杨科179，我160，踮起脚尖刚刚好，嘴里品尝着他带有烤肉味的唇，等待着时间慢慢的消逝。等到回了家，我都有些羞涩的反应不过来，又不是第一次接吻，却想到就会心跳加速，然后手机震动，才发现是杨科发的，已归队。然后又是我这边还有任务，可能结束的晚，你早点休息。心里顿时有了失落，也只能爬起来去做剪辑。今天多做，明天就少做。等到凌晨2点才收到杨科再次发来的消息：“你已经睡了吧？我也回来要休息了，明天有时间聊。”我本想给他回了信息，想聊一会儿，但是想着要万一明天出任务没休息好怎么办，就也草草地收拾了睡觉，连一句晚安都没敢打。第2天，我买了几箱的奶茶，到了杨科在的消防队。刚刚从后备箱搬下来1箱，就被站岗的消防员拦了下来。“你好，女士，消防队门口禁止停车。那个，我是来送奶茶的，东西卸完马上就走，非常感谢。但是我们不会收群众的物品，请女士把东西带走。”赶紧把车驶离消防队门口。我要是说我是家属，会不会丢杨科的人？正在做你犹豫期间，有一个穿便装归队的战士认出了我。“嫂子，你是来看杨哥的呀？”我转头看他，
是之前和杨科一起出任务的一个消防员，见过几次，但是不太熟。我给你们带了奶茶，就是停车位置不太对。站岗人员一听我是家属，便提出帮我卸货。我们3个一起很快把奶茶卸到了值班室，然后还把车停在了消防队里的停车位上。杨科也闻讯赶来，一起来的兄弟伙也都笑闹地叫着：“谢谢嫂子，送走大家。”杨科领我向里走，他穿着一身蓝色训练服，更显得他腰细。我忍不住在身后摸了摸，却被他抓住，然后又很快放开。悠悠，在队里领导很多，多少还是要注意。然后他看了看四周，还压低了声音说：“如果想摸，下次脱了给你摸。你这话太不正经了，和你形象不符啊。”兄弟们说：“女人喜欢这样，你喜不喜欢？”我拍了他的肩膀：“你怎么私下和他们聊这些？”他把手攥成拳头，在嘴唇处咽着咳嗽了下。我没说，就是倾听他们说的。我比较闷骚。我噗呲笑了下，头一回见有人一本正经说自己闷骚的。到了他们临时招待房里，正好杨科被叫走了，百无聊赖地刷着视频，找素材。不一会儿，杨科就回来了，手里还拿着一沓4纸。悠悠，队里想给公众号引流宣传消防，你是做自媒体的，能帮忙吗？我能看看你们的计划和要求吗？我虽然做自媒体，但是和视频剪辑又不是完全一样。我剪辑电影相对比较简单，接过递过来的纸，大概看了下，要求宣传消防知识、弘扬正能量什么的，倒是有个大概的剧情浮在脑海里。剪辑多看看教程也没问题，就是拍摄多少有点欠缺。犹豫了半天，还是给许久都没联系过的许军发了消息，不是纠缠你，就是有拍摄工作需要你帮忙。看在往日情面，帮忙。对面显示了几次正在输入，都没发过来消息，最后过了许久才发了一句：“不纠缠，看往日情面帮你，从此以后桥归桥，路归路，不要再联系了。”我把手机捏成黑屏，虽然真的没有想过再联系，也想着和过去真正到个别结束，却没想到8年的感情，就只单换来一次帮忙。不过1个多小时，许军就带着设备来了，还有他们一起拍摄的团队。许军虽然现在主要是给一些明星拍封面什么的，但是之前主要学的是摄影，3个摄像，3期视频同时开始拍摄，都也很顺利。拍摄过后，许军把我叫到了一旁，杨科也尾随在身后藏着。我不知道，也是后来才知道，许军上身白衬衫，下身休闲裤，身姿笔挺，也是帅的代名词。不枉我在16的时候追了他2年，又和他处了8年。他靠在一棵门柱上，点了颗烟，抽得有点忧郁，我就随便找了个花坛边坐下。乔悠悠，咱们俩认识13年，在一起8年，没有感情，也有亲情，所以我希望你说到做到，以后不要再联系了。许军，你也说了，这么多年感情，你不会真以为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就能抹平我8年的青春吧？乔悠悠，你又耍我！许军气愤地扔了手里抽了一半的烟。我站起身子，把还燃着的烟头踩灭，然后才回头看他。你教会我摄影，从此咱俩真的桥归桥，路归路。哦，为了那个消防员，我刚刚拍摄的时候就看你俩眉来眼去的。乔悠悠，真是我瞧不起你，每次都是倒追。他和你不一样。我向来时的路走了几步，然后又站住说了句：“以后扔烟头注意点，毕竟我男朋友很忙，处理不必要的火灾，我会心疼。”不理会许军气急败坏的样子，向杨科他们那边走。到了刚刚拍摄的操场，
看到杨科已经穿上了平时出任务穿的消防服，接过他手里递过来的奶茶，一边插孔喝一边好奇问他：换衣服了，要去出任务吗？没有，突然想着录一段平常训练的视频，所以换上衣服，等着你朋友过来了的好拍。我搅动了一下奶茶里的料，突然后悔刚刚和某渣男闹得有点难看了，一会儿为难杨科怎么办？不然我帮你拍拍看，他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过来。杨科摸了摸我的头，你拍不了，也不能让你来，下次有机会的。然后他抬头向我身后看，你朋友过来了，我先去和他拍摄，你在这儿坐着歇歇，等到晚上我请会儿假带你出去吃好吃的。那好，我先坐这儿捡点儿，这样能快点见到成片。我坐在塑胶地上，取出电脑开始工作，偶尔抬头看一下他们拍摄的位置，训练场。只见杨科不知道和许军说了什么，许军好像有点犯难。两个人又交谈了一会儿，就见到杨科开始了奔跑，速度还挺快，然后一会儿是翻单杠，一会儿是过独木桥，一会儿是翻过墙，一会儿是匍匐。反观许军这边，他为了能跟上杨科的速度，好找一个好的位置拍摄，也是一会儿加速跑，一会儿上，一会儿下的，结果跑了2圈下来，就已经弯了腰，累得像条狗一样，哈哈地喘着气。再看杨科，还是身体笔直地站着，拍了拍许军的背，不知道在说什么。在我这个角度看去，猜想一下，估计也是嘲讽许军体力不行。我咽下嘴边的笑意，开始在电脑上认真操作起来。许军估计是怕了，走的时候连招呼都没和我打一下就跑了。最后还是杨科换好了衣服带我出去，我才知道许军已经走了。我和杨科一起去了一家西餐店，他们消防队平常伙食好，但是像是西餐这些还是吃不到。进了餐厅，点好菜，我扣着水杯，犹豫了许久，还是和杨科说了许军的身份。那个刚刚最后给你拍摄的男的叫许军，是我前男友。杨科只是淡淡地点了点头，轻轻地说了个嗯。这是吃醋了，还是说不介意？你最后增加的那个拍摄是队里的意见，还是你的？我的，这应该就是吃醋了吧？回想一下累成狗的许军，我不由得噗呲笑出了声。男朋友有点可爱了。吃好了饭，杨科结了账，拉着我的手往出走。他看了一眼手表，能请假出来已经是领导开恩了，马上到归队时间，我给你打个车回去，我就直接回队里了。我不舍得拉了拉他的手，实在是相处的这1个月里也没见到几回，每次时间也很短。他把我抱在怀里，亲了亲头发。这里人太多，太亲密的事情也做不来，等我休假的时候好好陪你。最后我依依不舍地趴在出租车的车窗上，看着他的身影越来越远，没由来的就泪含眼圈。回到家打开电脑剪辑，看着白日拍摄的内容，我真是一帧都舍不得删。最后做了2个版本，一个是到时候给队里交差的，一个留在自己的文件夹里，以后可以慢慢观赏。交了片子，消防队自己招了文职做视频，我也就回归了以前的生活，只不过时不时的往队里跑跑，送点零食喝的什么的。后来只是收到了杨科发来的一条短信，隔壁省森林着火，我们前往支援，归期不定，误判，等我回来。然后就是铺天盖地的新闻上了短视频平台，我坐在沙发上，就像热锅上的蚂蚁，来回挪动。最后我借了闺蜜家的7座车，买了很多的水和泡面，还有火腿肠、鸡腿什么的，前往火灾区。后来闺蜜还塞给了我1口锅，是那种用充电宝就能通电的那种，因为有灾情，高速还有点堵，我就立马找了个就近的口下了高速。
一路国道开到了森林边，里面已经用警戒线圈起来了。我们这种散乱人员是不能进的。站在外围，立马就感受到了那种空气加热后的热度。远处是滚滚烧起的浓烟，现在离得很远，还能闻到呛人的味道。陆陆续续还有一些消防队伍到，还有好多医护人员到。车子开不进去，就都是徒步上去。看着他们逆战而上，心里悠然出来一抹敬意。哪有什么岁月静好，只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而已。期间还抬出了几个担架，是太热中暑晕过去的消防员。为了不打扰大家工作，我也没敢上去打扰，只是把带来的物品卸在了物资帐篷里。等到夜里，除了新闻媒体的一些朋友被留下，我们这种被定义为看热闹的人员都被驱离了。因为火灾随时有蔓延的可能，我们即使站在外围也是危险的。慢悠悠地开着车往回走，没办法，一门心思都在想杨科会不会有危险，也想着开慢点，慢点离开他所在的地方，哪怕见不到，我知道他在我不远的地方也好。最后还是回到了家，已经凌晨3点了，可是满脑子都是现场的样子，还有闪过杨科的脸。最后迷迷糊糊睡着，醒来居然是下午3点了，没顾得上饥肠辘辘的肚子，赶紧打开短视频看火灾的最新资讯，还是没有灭，甚至有了更旺的趋势，不过说是还在可控范围之内。焦急地等待了2天，终于最后一天的清晨，火灾被完全扑灭。事先挖好的隔离带终于阻隔了火势的蔓延，也有一些陆陆续续的报道看到了消防员们的身影，他们有的是森林火警，有的是旁省支援消防，他们四面八方而来，终于扑灭了火舌。网上还流传了一些照片，是那种累到极致倒头就睡的照片，脸部已经被高温染了很多汗水和灰尘，混在一起就显得泥泞不堪，但是最后一起手抖着吃饭，一起倒头就睡。你们是岁月里的英雄，岁月会流逝，但是你们的付出不会。因为有一张照片，我看到了安然无恙的杨科，我心里的石头放下了，又生出一种油然而生的自豪感。那个英雄居然是我男朋友，真棒！等到一切尘埃落定，已经又是1周过后了。防止有没灭掉的星火复燃，杨科他们又是战备了1周。收到归队的消息，我赶紧去了消防队，一边买了一些吃的犒劳大家，一边去看看我已经快半个月没见的男朋友。杨科吃着我买来的快餐，一脸歉意地看着我，抱歉悠悠，让你等了这么久。我一脸笑意地摇头，担惊受怕是必然的，但是事情过后不是没有陪伴的空虚，而是满满的自豪感。他赶紧塞了一口汉堡，回来忙完，我立马休假。悠悠，你愿不愿意和我回老家，见见我的家人？愿意，愿意，100个愿意，10000个愿意。我和许军也算是青梅竹马了，相识13年都没能修成正果。可是和杨科就单单是2个月不到，他就愿意领我见家长，高下立见。杨科有1个月的疗养假，我也是装了半车子的礼物。我俩换班开车的前往他老家，离这儿也就600多公里，当天就到了。杨科有1个姐姐，已经结婚，孩子都4岁了。今天回的是杨科父母家，在农村。不过我们到的时候，他们一大家子都出来迎接，包括4岁的诺诺。杨科母亲满面笑容地拉着我的手，哎呦，开了一路辛苦了，快进屋坐坐。杨科姐姐和姐夫帮着拎礼物，而且上面都标好了标签，家里每人都有。我被杨科家人簇拥在前面，杨科领着东西，像是被排挤了一样，跟在最后面。等到进了屋，
养母热情地把我拉上了炕，炕上有点热，她还给我拿了个垫子垫好。虽然我们距离不是很远，但是隔着一座山，也是分了南北的。第一次来北方，肯定不习惯吧？没有的，阿姨，我妈老家也是北方，比你们还要北边呢。养母一进屋，拉着我的手就没放开过，她紧了紧手，说道：“那就好，那就好。”然后看了一屋地的礼物，你说来就来呗，还带这么多礼物。其他人也是纷纷应和，说我太客气。杨科坐在对面的凳子上，摸了摸鼻子：“妈，你放开悠悠的手啊，一直拉着也不舒服。呵，你看我这太开心了，都忘记了。悠悠，阿姨没拽疼你吧？”养母一边放开手，一边不好意思地戳着手指。我拍了拍她的手：“没有的，阿姨，一点都没有。我挺喜欢的。”阿姨又是搓了搓口袋，从里面拿出一张红色的纸封，很是迅速地塞到我手里。那个悠悠啊，你第一次上门，多少是阿姨的一点心意。只不过杨科昨天才通知说你们回来，我都没来得及去镇上买个好看的封面，只是把过年剪窗花的纸凑合折了一下。你别介意。我看了看杨科，他只是仰头示意我把钱接过来，但是我却觉得他们家挣钱不容易，我不应该收。最后杨爸爸说：“丫头收着吧，杨科领你回来，我们给红包，也算是满意你这个未来儿媳妇的意思。你不收，你阿姨会上火的。”养母回头瞪了一眼杨爸爸，然后又扭头看我：“丫头收着，杨科这么多年第一次领女孩子上门，阿姨高兴。”我只得把红封收了过来，然后道谢。大家其乐融融地聊起了天。诺诺是个小姑娘，对着我给她买的玩具盒子瞅个不停，但是听话的没有去动。最后还是我主动帮她拆开，递到她手里，她才诺诺地道了句谢。我有过回北方农村的体验，所以在杨科家倒也不会不自在。更何况隔壁的一间大屋子和楼房差不多，也是双人床，屋里还有卫生间。而为什么他们家还有炕？杨科只是说他父母习惯了，不然早就跟着他姐去城里住了，被热情招待了3天。我是一件活都没干上，本身打算用勤奋再打动下未来公婆，却被养母一一拦下。基本上都是杨爸爸做饭，杨科和他姐夫打扫，而我们剩下的4位女士就是坐着吃瓜子聊天。有一天我去隔壁上厕所，就剩下他们一家人在屋子里玩牌。我回来磨叽了一会儿，在门口就听到杨科姐姐小声问杨科：“听说你当初见你对象，是因为他失恋要跳楼，后来因为劝他，你才答应和他在一起的？”杨科只是淡淡的嗯了一声：“那你对人家啥意思？”正好诺诺开门，杨科看到了门口的我，他们默契的没有再说话，我也只能傻笑的进屋。一直到了晚上，我和杨科之间都没怎么说话。后来养母说我们别休息了，就守在家，多出去溜达溜达。于是第2天，我们俩光荣地被赶出了门，也没有沟通。杨科就是开车一直走，我也没坐在副驾驶上，就是坐在后排。对于杨科的不说话，我默默地流了眼泪，趁杨科不注意，就一把都抹光。后来是睡梦中有人抱我，我醒了，醒的时候已经在一个酒店里。我也没问，而是看了地图，显示我们已经更偏北方，已经到了另一个省中心了。最后杨科买了饭过来，打开放好才叫我。我磨蹭地坐过去吃，就听到他说：“悠悠，我不说话是因为我在思考一个问题。从昨天我姐问我那个问题，我一直在思考她问我的问题。我也知道你生气，但是我不能盲目的给你道歉，我要思考我做的不对的地方，然后再一一反馈给你。我姐问我对你啥意思，
我一开始也只是以为为了救你，后来我觉得不是，你很体谅我的工作，而且不会怪我总不陪你，会把自己照顾得很好。更重要的，我想起你，最多的是我们第一次见面，你哭得满脸都是泪水，然后指着我的样子。我想，我们不是日久生情，而是一见钟情。我的泪其实已经在滴了，只不过努力地把头低了下去。杨科放下手里的筷子，双手扶起我的头，然后用纸巾擦着我的眼泪。他不擦还好，越擦我反而觉得眼泪掉得越多。悠悠，不哭了，我擦不过来了。听见他这句话，我瞬间笑出了声。他擦干我的眼泪，用勺子一口一口地喂我吃着饭。我一会儿管他要个菜，一会儿又是喝的。最后他问我吃饱没，我开心地点头。他也没继续吃饭，而是一把把我抱了起来。我俩双双躺在床上，我在下，他在上。他拨开我有些凌乱的头发，悠悠，对不起，以后我想问题也不会不搭理你，不生气了好不好？我点了点头，然后推他，我不生气，你先去吃饭。他头更低了点下来，已经吃不下去饭了，我现在更想吃你。说完便吻上我的唇，然后托起我的腰，让我更贴近他。我俩是8月份认识，如今已是10月深秋，北方正比南方凉得多。厚厚的毛衣在我俩之间摩擦得起了静电。在第 N 次电过后，我俩终于都脱光了。已经给了暖气的北方，在最初的这几天还是有些冷，空气带点凉意，身体却是火气冲天。看着满满8块腹肌的杨科，我觉得让我立刻感冒我都愿意。杨科拉了被子上来，虽然他身上已折腾得起了薄汗，但还是把我盖得严严实实。再次贴上来的时候，一边含着我的耳垂，一边问悠悠，我要进来了，可以吗？啊，他为什么到这个时候还问？于是我翻身骑在他身上，一边逗弄他，一边学着他的话问他，我要上来了，可以吗？他失笑地拍了拍我的屁股，道了句调皮，然后往上躺了躺，把胳膊枕在头下看我，来吧，任你宰割。不一会儿床就咯吱咯吱地响了起来。杨科一边扶着床头，一边仰头看我，以后我们有家，一定买一张不响的床。我只是加快动作回应他，在外面玩了1周才回了杨科老家，毕竟1年也就这么一次假，杨家也是难得见上一回。我那在外周游的父母终于想起我似的，给我发了视频。我找了没人的屋子接通，我妈应该是在热带地区，穿的还是纱裙，戴着一顶草帽。宝贝，你和许军怎么回事？他电话都打到我这里来了，说是工作失意，你又和他分手了，想我们劝劝让你们复合。然后我爸也挤进屏幕，闺女啊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都要结婚了，怎么又分手了？我和你妈都准备回国给你们筹办婚礼了。哎呀，爸妈你们先别急，不过肯定不是许军说的那样，我联系问一下，一会儿给你们回话。挂了电话，我赶紧找到闺蜜微信，我们3个都是一起长大的朋友，而且闺蜜是八卦中的种子选手，肯定知道什么。不过庆幸我在那次拍摄以后就拉黑了许军，还把所有陌生电话拒绝，不然现在许军就得连番轰炸我的手机。微信视频很快接通，闺蜜穿着睡衣敷着面膜，她先是接了面膜，然后一边继续抹脸，一边机关枪一样突突直说，我真是忍了好久，就看你啥时候得到消息找我。你看你这消息也太不灵通了。哎，你不知道许军那傻叉不和你结婚，和一个模特好上了，结果被人家模特背后的金主知道了，不仅给他整破产了，还让他变卖了所有设备，现在是一穷二白，哭都找不到地方。他拍了拍手里的精华液，
然后继续突突，昨天还哭天摸地让我联系你，巴拉巴拉一大堆，都找到杨科消防站去了。不过好在站岗卫兵没饶他。喂，我说这么一大堆，乔悠悠你一个屁都没有啊，真和杨科好。放下许军了，我把手机拿着近了点放着。许军那么渣，我是傻吗？还吃他这种回头草？别人拉过粑粑，我可吃不下去。哇，乔悠悠你现在可是越来越恶心了。一般般吧，许军你自己应对着点，反正我和他是不可能了。杨科对我挺好的，而且已经见家长了，他妈还给了我一个大红包，6666呢。我去，乔悠悠，你这是咸鱼翻身了呀！我是不是应该准备参加你婚礼的衣服了？上次你要和许军那傻叉要结婚，我还没准备到衣服，你俩就吹了啊！再听我安排吧。不过我和许军是100%不可能了，我也不和你聊了。我和杨科的事情，我妈还不知道。我去报备，挂了电话，又是赶紧和我妈报备，又是解释，又是嘱咐他俩别上许军的当。最后杨科敲门，我让他进来，正好赶上我妈还没挂电话。我妈看见帅气的杨科，也直说好，还扬言下周就回归。看来杨科比许军还得人心。我仔细对比了一下，颜值杨科胜，身材杨科胜，感情杨科胜，而且我和许军都是26，杨科才24，年龄更没得说。怎么来说，许军换杨科真是划算，因为我妈他们真的回国，杨科又觉得应该正式上门拜访，就提前回来了。同样准备了许多礼品，茶呀、化妆品呐、其他营养品，还有一双军用鞋。到了我家，我爸妈也是提前就下楼等了。我没有其他兄弟姐妹，倒是没有杨家热闹。我爸热情要帮着拎东西，却被杨科拒绝了，说是他能拎得来。想着他用力时手臂聚集的肌肉，爸爸，你放着他来，他是真的行。前面的礼物我爸都笑呵呵地应下了，直到杨科拿出一双军用鞋，我爸那是真的乐在心里了。哎呦，这是军用鞋呀！我这年轻没当过兵，可是一辈子的后悔呀！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穿到军用鞋，真是要谢谢杨科了。叔叔谢谢你，圆我梦了。我妈就是一直盯着杨科看，我挡在她身前。我知道我男朋友是好看，但是那是我男朋友啊，想看看你老公去。杨科在身后拉我，我妈就是气得打了我一下大腿，然后我们4个打麻将，这可是过年最流行的娱乐项目。好不容易今天凑齐了人，不可能放过。开心之余，我妈扬言我和杨科赶紧结婚，以后排搭子有了。可惜她不知道杨科平常忙成狗，我们这边玩得正起兴，楼下喇叭刺啦刺啦响。一开始没注意，后来我听见我名字才仔细听了起来。乔悠悠，你忘恩负义，欺骗我感情，说好了要结婚，你却和没看过几面的消防员好了。现在我一穷二白，你就看不上我，你就是个见利忘义的烂女人。我气冲冲地跑到楼下，后面是杨科和我父母。我一下楼，就看到许军地痞一样的弯着腰插着兜，喇叭让他喊得直颤。以前觉得他还是个帅哥正人君子，现在看真是垃圾都比不上。我抢过他手里的喇叭，杨科正好也赶来，把我拦在身后。许军，第一，要悔婚的是你，是你和人家嫩模好了，不是我。第二，我认识杨科和他在一起，你还不知道因为什么吧？是因为我失恋想不开要跳楼，是杨科出警救的我。第三，你从来没对我有什么恩，更不用提什么忘恩负义。如果真要讲恩情，
是我剪辑赚的钱给你买的设备，你飞黄腾达的时候抛弃我，现在一穷二白又想耍赖赖上我。你想点屁吃都比这现实。周围围了很多人，对我们这边指指点点。许军可能也受了点刺激，冲过来要打我，还嚷着骂什么贱女人，什么拜金女的。好在有杨科拦着，甚至他还能有一只富余的手来拉我，用食指挠我的手心，示意我安心。我爸妈是和警察一起来的，警察带走了寻衅滋事的许军，可那时他却哭得像个孩子。悠悠，我错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们重新在一起。我真的知道错了，都是那个嫩模勾引我的。我连一个眼神儿都没施舍给他，到最后都不承认自己的错误，把一切推给别人，说他是人渣，都是高看他一眼。真不知道我当初眼睛是有多瞎，看上这么个玩婴。琐碎都处理完，杨科剩下的几天都留在我们家。几圈麻将下来，我已经把许军那个渣忘得干干净净。临着我送杨科归队的时候，我妈和我爸居然一人给了杨科一个红包。等到了车上，杨科乖乖递上交给我，悠悠老婆大人请查收。我顺势拿过来，却掉落了一张银行卡。我疑问地看向他，他却打开遮光板照起了镜子。一个成功的男人必须让老婆管好钱包。这是我的工资卡，拿去随便花。有点油腻怎么办？那个当初看上去高冷的霸总相，现在怎么看怎么觉得是搞笑男。杨科，你这是在求婚吗？他看我没了逗笑的意思，一脸认真。悠悠，愿意嫁给我吗？啊，你这是直男吗？求婚没有仪式就算了，连个戒指都没有吗？然而他一脚油门开到了消防队。等到了训练场，那里早就排满了好几辆消防车，没有蜡烛，却有花瓣组成的字：悠悠，嫁给我吧。其中2辆消防车还交叉在一起呲着水，其中一个还出了彩虹。杨科从身后拿出了一个白色的头纱，怀里掏出一枚戒指，单膝下跪，又郑重地说了一遍：悠悠，嫁给我吧。好，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过去终将会过去，但故事已然成故事。您的点赞和订阅就是我更新的动力，期待您给出任何建议。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。